30万，妈的，手术不能再拖了。我到底去哪儿弄这么多钱？杨峰，你怎么在这儿？妮娜，你来的正好，我妈急需手术费，你能不能先把那20万彩礼退我？那是我全部的积蓄啊！退你？杨峰，你脑子坏掉了吧？那钱早就给我弟买车了。再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哪来这么大脸找我要钱？我现在可是潘少的人，识相点，赶紧滚！杨峰，你就是那个连工作都保不住的废物，想要钱？可以啊，跪下给本少学2声狗叫，本少赏你1万。韩亮，你别欺人太甚！什么东西？我的眼睛，我竟然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来历和价值。杨峰，赶紧把这资源放弃你爸那套老房子的协议签了。我妈还在重症监护室，你现在就来抢房子？嚷嚷什么？我这也是为你们好。你妈那病就是个无底洞，留着房子恐怕也没命住。只要你签了字，这只价值10万的老坑玻璃种翡翠手镯就送你了，足够你给你妈交医药费了。10万？幺妈，你拿个15块钱的染色玻璃就想骗走我爸留下的100万老房？你真当我是瞎子吗？你个废物懂什么？这可是我托人从缅甸带回来的正品。酸洗纹已经蔓延到内圈了，表皮还有刺鼻的化学药水味，你这就是个假货。你要是不信，现在就砸开，看看里面是不是全是工业胶水。行，杨峰，你给我等着！精彩，真是精彩！一个穷酸销售居然还懂上翡翠了。杨峰，不对，杨大师，不如来看看我腰间这块是真是假呀？要是猜对了，你的医药费我出了；要是猜错，那你就跪下，给我磕2个响头。你什么意思？潘亮，你腰上这块号称价值100万的祖传双龙玉佩，其实就是个民国时期的仿冒次货。假货！这可是本少花了120万从拍卖会上拍下来的真品。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懂个屁的玉石！就是杨峰，我看你就是嫉妒潘少，你这辈子恐怕连100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还敢在这指手画脚？是不是真货？找个懂行的人一验便知。潘大少，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就赌！要是真的，你今天就跪在地上，把本少的皮鞋舔干净！是谁说要验货呀？是古董吗？王掌柜，您来的正好。您是古玩界的泰斗，快帮我看看这块双龙币，让这个土包子开开眼。潘少，这确实是一件民国时期仿西周的工艺品，虽然包浆做得极好，但玉质粗糙，市场上最多值个3000块。什么？3000块？怎么可能？潘少，怎么会是假的？潘大少，看来你的100万只买了个教训，这鞋你还是留着自己舔吧。杨峰，你给本少等着，在卢城本有100种方法玩死你。我们走。必须尽快弄到30万。现在也只能靠这双能看见物品价值的灵眼，去古玩店碰碰运气了。难道就找不到一件真东西吗？现在的商家心真黑。纪晓岚的御用折扇，竟然真的有漏可捡！你好，这把折扇我要了。你要了？穷光蛋，看清楚上面的价格没有？8万8！你卡里要是能掏出800块，老子今天都算你厉害。赶紧滚，别在这挡着贵客发财！雷董，您可算来了！我们店里刚进了一批
上好的玉器，这就给您拿过来。不用了，最近心火旺盛，头疼难耐。我之前让你们帮我寻一把能静心安神的古扇，找到了没有？找到了，这把扇子我要了。店员，刷卡。臭要饭的，你成心砸场子是不是？拿个破信用卡在这装什么大佬？这就是你说的古扇，这扇骨都开裂了，成色差成这样，怎么可能静心？雷董，这就是一把现代仿制的破扇子，连街边地摊货都不如。这小子估计是这店里找来的托，想骗您出高价呢。真金不怕火炼，宝物不看外表。雷老板，不知你可敢让我现场验证这把扇子的真伪？好，给你3分钟，若是你敢消遣我，今天没人保得住你。你疯了！怎么有股淡淡的紫檀卧香？这是纪晓岚真迹，这扇骨是100年的酱香黄檀。天哪，这竟然是真品！神了，真是神了！小兄弟，这把扇子我出1200万，你现在就转给我，如何？雷老板，成交。这下妈的病有救了。雷总，不能给他呀！这个杨峰之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手里的钱是挪用的公司的房产意向金，这扇子是他用脏钱买的呀！杨峰，潘大少可是亲自打来电话让我弄死你的，你也别怪我狠心，谁让你没人家有权有势呢？雷董，您千万别被他骗了，这小子今天早上才因为挪用公司资产被我开除，他个穷鬼浑身上下连100块都没有，买扇子的钱绝对是赃款。对，雷董，报警抓他，不能把钱给他。小兄弟，他说的是真的吗？雷老板，请看，这是我今早收到的离职公积金结算腿款，整整9万块，而我的离职时间是昨天下午。熊主管，我昨天就已经正式离职，此后再未踏入过公司一步。请问，我挪用的是哪门子的房产意向金？你胡说！就算没有拿公积金，公司还少了些别的东西，一定是你偷的。够了，在我雷某人面前玩这种把戏，你当我是瞎子吗？把这个满嘴喷痘的垃圾给我扔出去！以后卢城古玩街不准他踏入一步。雷老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小兄弟，1200万已经全部转入你的账户，这是我的私人名片，以后在卢城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太好了，妈有救了！多谢雷老板，我有急事，先走一步。30万，一分不少，立刻给我妈安排手术，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好的好的，杨先生，我这就亲自去安排，保证万无一失。医生，我妈怎么样了？杨先生，我们尽力了。你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脑部肿瘤压迫到了核心神经，这种高难度的手术，整个卢城不，全国只有已经隐退的国医圣手董大师才有把握做。可董大师脾气古怪，根本不轻易出手啊。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还没让妈享福，就算是拼尽一切，我也要救妈。今晚是刘家举办的私人鉴宝晚宴，董大师今晚会作为特邀嘉宾出席这场晚宴。机会难得，我一定要把握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今晚必须见到董大师。杨峰，你还真是有种啊！一个要饭的穷鬼也敢往这种地方闯。杨峰，这可是刘家举办的顶级晚宴，出入的都是身价过亿的大佬。你看看你这身地摊货，也配进去？潘少，这小子绝对是要混进去偷东西，快叫保安打断他的腿送警局。得了雷老板赏识又如何？现在还不是得在潘少脚下求饶？
保安，把这个叫花子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儿，本少负责。韩亮，识相的就给我滚开，别逼我动手！如师，你来的正好。这个叫杨峰的废物没有邀请函，硬要硬闯晚宴。我正准备帮你们刘家清理垃圾呢。你是谁？来我刘家的宴会，有何贵干？我叫杨峰，来找董大师救我母亲的命。如是小姐，别听他胡说，他就是一个穷销售，他分明是来偷东西的。杨先生，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没有邀请函就请离开，否则我只能按规矩送你去治安所。刘小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最近每晚都会做噩梦，梦见有人掐你的脖子吧？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现在的你看似健康，实则印堂发黑，命在旦夕。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条项链，这是条染满了尸血的陪葬冥器。听听这穷鬼在胡扯什么？陪葬冥器？你编故事也编个像样点的。你真以为你侥幸看出了几块假玉，就可以随口乱说了吗？杨峰，这玉可是潘少花高价买来送给如诗小姐的。你为了引起如诗小姐的注意，真是连脸都不要了，还不快滚！少在这丢人现眼！保安，动手，把他嘴打烂，看他怎么喷粪。慢着，你怎么知道我每晚都做被掐脖子的噩梦？怎么会？这人说的居然是真的！刘小姐都亲自承认了，怎么可能有假？这潘亮什么心思？居然送刘小姐这样的邪物！都别听他胡说八道，一个被开除的销售怎么可能会懂这些？这都是他在胡扯。因为这凶物长期佩戴，煞气入体，最先压迫的就是喉咙。刘小姐，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觉得喉咙干涩、胸口沉闷，甚至皮肤开始泛青？你说的全对。你现在把项链取下来，用强光手电照内侧3点钟方向，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暗红色的细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汉代墓葬特有的干枯土沁，俗称血沁，只有在极阴极湿的古墓里贴着尸体放了上千年，才会形成这种纹路。你血口喷人！如是，这不可能，这可是我爸亲自从圈内知名造假大……不对，是知名古董大师何军手里买来的传世宝物，何大师绝对不会看错。这叫花子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出什么事了？吵吵闹闹的。董大师，您来的正好。这个叫杨峰的叫花子，不知道从哪儿学了点江湖骗术，竟敢在这大放厥词，污蔑我送给如诗的玉佩是陪葬冥器，请您出手拆穿他。这确实是汉代诸侯王妃的随葬品，且出土绝不超过3个月，上面的木土腥味还没散尽。怎么会？如诗，这位小兄弟说的一点没错，此物煞气极重，你若是再戴上半个月，煞气攻心，必有血光之灾。天哪，竟然真的是名物！潘家居然送这种东西害人！董大师，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我爸花大价钱买来的，是不是搞错了？哼，拿催命符当宝贝，简直胡闹！小兄弟，年纪轻轻，仅凭肉眼就能看出这朱砂血沁和土沁，你的眼力实属罕见啊！求董大师救我母亲一命，那个手术全国仅您一人能做，只要您肯出手，刀山火海，我杨峰绝不皱一下眉头。好一个孝子！老夫答应你，今晚便亲自去第一医院为你母亲施针手术。多谢董大师。不过，老夫有一个条件。实不相瞒，刘家如今正面临一场灭顶之灾。您想让我做什么？我必定万死不辞。造假大师何军暗中勾结了刘家的内部高管王涛，设下了一个价值数亿的古玩死局，企图一举吞并刘家。我需要你在明天的对决中，帮刘家破了这个局。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小杨，手术非常成功，你母亲脑部的淤血已经全部清除，静养几天便可康复。董老，大恩大德，杨峰没齿难忘。去吧，刘如师已经在楼下等你了。刘家的生死存亡就看你了。董老放心，敢欺负我杨峰的恩人，我必让他百倍奉还。刘老，店里的8位首席鉴定师可都看过了。这尊唐三彩马，断代、胎质、釉色全部无可挑剔，就是大唐盛世的真品。按照之前刘家和我师傅何军的赌约，如果你们找不出这尊马的破绽，今天就必须把这家总店的股权双手奉上，签字吧。难道真是天亡我刘家吗？哎，我看刘家今天是真要完了。那唐彩釉色材质看着都是真的，这老爷子就不该比，这不是必输吗？慢着，这字不能签。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碍事儿？不巧，我是来揭穿你这个东西的人。你说谁东西？行行行，你不是东西行了吧？我说你手里的东西。陆师，这是？爷爷，这是杨峰，在古董鉴定上颇有心得。刘家还真是大方，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了。保安呢？给我把他赶出去！慢着，既然你确定这是真品，再多一个人查看又有何妨？还是说，你怕了？杨峰这个名字听都没听过，想来不是什么厉害角色。哼，这刘家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居然找来个这样的废物。我自然不会怕，就是刘小姐，要是这小子一会儿看不出什么东西，你可别气到哭鼻子啊！这尊所谓的唐三彩马是假的，就是一尊用现代胶水拼接出来的拼合伪作。拼合伪作，小子，你懂不懂什么叫唐三彩？这釉色，这开片儿，连省博物馆的专家都挑不出毛病，你竟然敢说它是拼凑的？哈哈，杨峰，不过是走运看对了几块玉，你还真把自己当鉴宝大师了。王涛大师可是行业泰斗，你也配在他面前指手画脚？就是丢人现眼的东西，要是看错了，就把你卖了也赔不起。王大师，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有何不敢？你想怎么赌？就赌你的命。如果我输了，我当场自毁双眼，终生不碰古玩。如果我赢了，你不仅要滚出卢城，还要赔偿刘家5000万的声誉损失费。好，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今天老子就让你这废物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请给我端一盆烧开的特制解焦药水来。你敢毁我宝物？不，这不可能！这真的是拼合的假货！杨峰，你做到了！王大师，铁证如山，现在是不是该兑现那5000万的赌约了？敢毁我前途，老子今天死也要拉你一起！敢毁我前途，老子今天死也要拉你一起！杨峰，小心！混账东西，敢动我雷某人的恩人，你找死！王涛，对老子的恩人动手，谁给你的胆子？拖走！杨峰，你别得意，我师父何军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和刘家都得死！杨先生，今天若不是你，我刘家100年基业就毁于一旦了，请受老朽一拜。刘老爷子不必如此，我所学只为揭露真相，您快请起，快请起。杨峰，谢谢你，我代表刘家，正式聘请你为我们刘家古玩的首席鉴宝顾问，年薪500万。
不知你意下如何？顾问就不必了，不过以后刘家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来帮忙。该死的杨峰，凭什么你能成为刘家的座上宾？像你这样的废物，就该一直被我踩在脚下。杨峰，你给我等着！何大师，王涛败了，被杨峰那个小畜生当场拆穿，现在已经被抓了。杨峰，一个被公司开除的房产销售，不知道靠什么肮脏手段，学了点看古董的本事，就天天嘚瑟。王涛那个废物，居然折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放心，荣城的顶级古董拍卖会下周就要开始了。我为何家准备的那件绝世大墓神品已经完工，只要杨峰赶来荣城，我保证，那件东西会让他还有整个刘家万劫不复，永无翻身之日。风儿，妈这条命多亏了你，可那30万手术费，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可千万不能走歪路啊！妈，您放心，这是我凭真本事赚来的。我跟着古玩界的董大师学了鉴宝，这些钱都是靠鉴宝挣来的，绝对正规。阿姨好，杨峰说的没错，他现在可是古玩界的新星，连我爸都对他赞不绝口呢。好姑娘，真俊啊！风儿，你可得好好待人家。对了，怎么突然过来了？是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人寄来一封邀请函，想请你过去看看。杨峰，这是潘亮刚才派人送来的。何军在荣城势力极大，这明摆着是一场鸿门宴，要不我们不去了？去？为什么不去？何军和潘家在卢城设局坑害你们刘家，如今又在荣城搭好了戏台，若是不去，倒显得我们怕了他们。哈哈，杨老弟说得好，有胆识。这是我的至尊黑卡，无限额度。到了荣城，看上什么尽管买，我雷某人给你当靠山。多谢雷大哥，此去荣城，必不辱使命。哟，这不是杨峰吗？在卢城走了狗屎运，捡了个漏，真把自己当上流社会的人了，居然也敢来荣城大酒店。杨峰，这地方一晚的房费就要你半年工资了，你住得起吗？要不本少施舍你一间地下室套房。潘亮，放干净你的嘴！杨峰是我们刘家的贵客。贵客？他在你们那儿是贵客，在我这儿，狗都不如。刘大小姐，今天这酒店被我们拍卖会包场了，只有持有 VIP 金卡的人才能办理入住。他杨峰怕是住不了了。杨峰，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以为每张黑色的卡都是黑卡？看到没，人家都被你无语跑了。就是一个穷鬼，还想学人家拿黑卡装逼，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至尊黑卡贵宾驾到，小人有失远迎，求杨先生恕罪。你疯了吧？他就是一个叫花子，你叫他至尊贵宾？闭嘴！这位杨先生手里拿的是雷董的黑金至尊卡，见卡如见雷董本人。来人，把这几个在大唐喧哗冲撞了贵客的垃圾，我扔出去！杨峰，你给我等着！今晚的御展厅，老子要你好看！多谢，带我们去天字号报销。是，杨先生请。不愧是宋代汝窑，天青等烟雨，这开片，这釉色，真乃绝世神品啊！那是自然，这可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海外买回来的至宝，等会儿在拍卖会上绝对是抢手货。各位老总，这盘子上的化学系试剂味道重的都刺鼻了，谁买这玩意儿回家，不仅要破产，怕是连命都要被这辐射给折腾没。杨峰，又是你！你竟敢在这儿满口喷粪砸我们潘家的场子！这要是有辐射，本少今天当场把这盘子砸碎了吞下去。潘少，既然你这么想吃碎瓷片，那我就成全你。各位富豪请看，宋代汝窑采用的是芝麻支钉支烧，其支钉痕极其自然，而这尊盘底的5个支钉痕，边缘平整的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分明是用现代高精尖激光人工打孔，再填充老旧磁粉伪造出来的。而且盘身用了大量的化学强酸进行去光做旧。不信，你们凑近闻闻。真的有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和化学稀释剂的味道。这是高科技做旧的现代辐射磁。潘家好狠的心，居然拿这种辐射毒物来坑害我们！退货，必须退货！先前听说这潘家送刘小姐冥器，我还不信，现在看来是属实了，竟然真有如此歹毒之人。我没有。好了，拍卖会马上开始了，我们犯不着跟这种人浪费时间，抓紧时间去参加拍卖会，说不定能捡漏什么真宝贝呢。潘少，吃完瓷片记得早点过来啊！拍卖会可马上就要开始了。杨峰，你等着，待会儿我要你好看。各位，这就是今晚最耀眼的神品——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加持过的9环锡杖，起拍价5000万元。潘少，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杀手锏。这东西确实是珍品，不过被我加了些别的东西。就算杨峰那小子眼力再好，也看不出什么。做得好，只要杨峰敢拍，我今天就让他倾家荡产。6000万，8000万。何军果然够狠。卢师，好戏开场了，今天我要让潘家把老底都赔光。好戏。1个亿，1亿2000万，姓杨的，你个土包子也配跟本少争？1亿5000万。潘少他急了，他手里的钱肯定是雷董给的，要是输了，他怎么跟雷董交代？1亿8000万，杨峰，有种你继续跟啊！2亿元，今天这锡杖，我刘家要定了。本少出2亿5000万，杨峰，有种你再跟啊！2亿5000万，这已经是天价了。是啊，你说这杨峰还会再加吗？我觉得会，你看他那样子，明显是上头了，肯定会继续加价。2亿5000万，潘大少真是财大气粗。既然你这么喜欢，那这件宝贝我就让给你了。你什么意思？你认输了？不，我只是想恭喜潘大少。花2亿5000万买了一个浑身涂满了剧毒朱砂汞的催命符回家。不可能！你胡说八道什么？潘大少，杨某言尽于此，信不信由你。哈哈，杨峰，你少在那儿危言耸听，你就是没钱跟拍，嫉妒本少。就是，这可是大佛加持过的宝贝，怎么可能有毒呢？好热，我的手！啊！救命！我的喉咙好痛，救救我！毒！真的有毒！救命！这是急性重金属与烈性细菌混合中毒，毒素已经攻心，最多10分钟，神仙难救啊！杨峰，求求你救救潘少，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我求你了！能解这毒的解药，全天下只有我手里这一颗。潘大少，想要命可以，5000万，一分不少，转到我的账上。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我转，快给我！你是谁？杨先生，我们何大师说了，下周卢城博古鉴宝大会，他会亲自在现场等你。如果你不敢来，那我们就去请你在医院的母亲来一趟。输的人必须自断双手。杨峰，千万别答应他。何军在卢城扎根多年，古玩协会里大半都是他的人，去那里比拼，等于进了他的狼窝。如是，这一战我避无可避。他既然拿我妈威胁我，那我就在所有人面前将他的脊梁骨彻底打断。走，我们回卢城。逆子，
2亿5千万！你不仅把老子竞标帝王的流动资金亏空得一干二净，还让潘家成了全省的笑柄！你给老子滚去祠堂闭门思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还有你这个丧门星，要不是你天天在耳边撺掇，我儿子怎么会惹上杨峰那个煞星？滚！以后要是再让我看到你缠着潘亮，老子打断你的腿！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杨峰，我错了，都是潘亮那个混蛋逼我的，我最爱的其实一直是你啊！你现在这么有钱，我们复合好不好？我伺候你，我当你的金丝雀也行啊！桂妮啊，从你拿走那20万彩礼，投入潘亮怀抱的那一刻起，你在我眼里就和地上的垃圾没有任何区别。开车，别让脏东西污了如诗的影。杨峰，你竟敢这么对我，是你逼我的！你不是最在乎你那个快死的妈吗？我现在就去找何大师，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何大师，我能帮您除掉杨峰，我知道他最大的软肋。哦，那个狂妄的小子还有软肋？他是个大孝子，他那个病鬼妈现在就在第一医院的 VIP 病房疗养，他妈可以把他引出来。他妈妈认识我，我可以把他引出来。到时候您再派人控制住那个老太婆，明天的对决，杨峰还不是任您宰割？不过，我听说桂小姐是杨峰的前女友，到时候不会突然心软吧？一个废物罢了，连彩礼都好意思往回要。在我眼里，他连路边一条狗都不如。现在，我只想让他身败名裂。哈哈哈哈哈！好，最毒妇人心，说的真不错。原本还想过段日子再动杨峰母亲，不过既然人都送上门来了，也没有不要的道理。听到没有？带上几个利索的人，陪桂小姐一起，今晚就把那老太婆给我请过来。杨峰，我刚收到消息，何军为了明天的生死会，采用了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最新分子重组技术，人工合成了一件战国水晶杯，连高倍显微镜都查不出瑕疵，你千万要小心。分子重组，把假货做到分子级，确实有点意思。不过，我的眼睛！杨峰，你怎么了？别吓我！看不见了，我的灵眼失效了。小杨啊，你这是频繁过度使用灵眼，遭到了天地灵气的反噬。您知道灵眼？那是自然，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更多。先说你的眼睛吧，灵眼本是逆天而行的神技，在你的身体没适应之前，一旦过度透支，便会短暂失明。董老，那明天的对局怎么办？何军可是要他一双手啊！这是老夫早年得到的灵眼神诀呼吸残液。小杨，今晚你配合这碗药，按照残液上的吐纳法，将灵气引流至眼底，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来给你念。没事，我好像能感受到上面写的什么。董老，大恩不言谢，今晚我定会突破这道关卡。时辰已到，请对决双方入场。什么情况？杨峰怎么瞎了？谁知道呢？不过今天的比赛，我看已经有分晓了。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这小子居然自己作死，弄瞎了眼。杨峰，你要是瞎了，就回去治病，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不过男子汉大丈夫，赌约是不是还得遵守？不如这样，你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我就考虑考虑，缓几天再取你的手。哈哈哈哈哈！
然后刘老，你把卢城所有的古玩地铺全过户到我何某人名下，这样我说不定心情好点，能留下杨峰那2只脏手。你，谁说我瞎了？何军，你这些地铺，我杨峰今天要定了。你的眼睛！哼，装神弄鬼。第一轮，老夫就让你心服口服。上宝物，此乃宋代定窑之极品。老夫与协会的5位专家已共同用红外光谱仪微观断代仪验过，皆判定为真。你若能找出此物的一个破绽，就算你赢。5代真古董瓷胎，练了1夜灵眼神诀，现在灵眼的力量好像变强了不少。何大师，这瓷枕确实是真瓷，可惜里面的心却是你自己的。你竟敢毁我绝世古董，我要报治安抓你！各位请看，这块枕底的内壁上用现代超短波激光微雕着5个小字：何氏何君制。何大师，你拿自己工坊制作用真瓷贴合的高仿来当古董，你真当我们卢城无人吗？好一个杨峰！第1局算你走运，第2局老夫看你怎么破！上我何家的绝世神品，竟然是战国水晶杯！这杯子无论是皮壳、分子结构还是包浆，都完美的多似人间之物。杨峰这下完了！我要是杨峰，我现在就认输，这根本就没有一丝破绽。哈哈，这就是战国水晶杯，连国家级分子鉴定仪都找不出它的分子破绽。杨峰，看吧，看你的眼力能不能穿透分子结构。怎么会看不清楚？灵眼明明还在。杨峰，看不出来了吧？看不出来就老老实实把双手给老夫留下。杨峰，不要，千万不要有事。眼睛好痛，再运转灵眼神诀试试。给我破！何军，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居然用现代制造半导体芯片的高纯度工业熔融石英来冒充战国水晶，不可能！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被看出来？你放屁！你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去，关掉全场大灯，拿1盏紫外线强光灯过来。HG001，何大师，这大概是你的得意之作，何军1号吧？全完了！骗子！造假分子！何军，你涉嫌巨额古董造假和跨国诈骗，跟我们走一趟。杨峰，别来无恙啊！你今天在协会好威风啊！熊达，是你？没错，就是你熊爷爷。姓杨的，你最好现在看看你的微信视频，否则恐怕你连你老妈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要是敢报治安，后果自负。如是，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我都听到了，这就是专门针对你设的局。你要是去了，就彻底完了。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去死。好了，快回去吧。杨峰，你帮了刘家这么多，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我现在就去联系雷老板，让他带人一起。你放心，我们在外面绝对不会被他们发现的。人多容易被发现，但万一到时熊达反悔，我一个人确实难应付。好。哈哈，杨峰，你终于来了！你今天在古玩协会不是很威风吗？怎么现在跟条狗一样？熊达，放了我妈，钱我已经带来了。少废话！立刻把钱转到我给你的海外账户，然后跪下自扇10个耳光，否则就别怪老子不客气。妈！杨峰，
我可没有太多耐心。你要是再考虑不好，老子这手要是一抖，后果不堪设想。不行，我得冷静下来。钢索马上就要断了，强攻的话，我妈一定会摔下来，必须在一瞬间掐死齿轮。还大孝子呢，妈都快没命了，还犹豫？不听话是吧？那老子先给这老太婆放放血！住手！熊胆，去死吧！动手，一个不留！啊！我的胳膊断了，饶命啊！妈，对不起，是儿子连累了你。风儿，妈没事，妈没事儿。说，是谁指使你的？是何军，他们说潘家要倒了，还说在荣城拍卖会前，已经把何军亲手制作的价值数亿的何氏造假印章偷偷藏在刘家总店的镇店瓷瓶里了，明天就要去举报刘家造假。什么？刘家总店？不好，如师，我们立刻回总店。何军这是要和我们玉石俱焚。胡闹，简直是胡闹！我们刘家在卢城经营古玩3代，清白传家，怎么可能和什么跨国造假集团勾结藏匿伪造钢章？老爷子，您也别在这儿倚老卖老。我们接到的可是实名举报，有没有藏，搜了不就知道了。这个乾隆海水龙纹瓶是你们刘家的镇店之宝吧？住手！把你的脏手给我收回去！没有我们刘家的许可，谁给你们的权利动店里的极品文物？我们可是奉了联合调查组的命令，配合例行搜查，怎么就没权利动了呢？刘小姐这么着急，莫非是做贼心虚？滚！你算个什么东西？臭小子，敢在这里公然暴力抗法，妨碍公务，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起来？抗法，老子没那闲工夫！我的海水龙纹瓶啊，千万级的天元官窑啊！杨小友，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哈哈哈哈！大家快看啊，人赃并获，这就是跨国造假集团用来制作高仿青铜器的专属微雕钢印。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刘家今天彻底完蛋了！诸位记者朋友，既然你们带了高倍镜头，不如过来仔细瞧瞧这钢印上残留的好东西。这枚钢印根本就不是原本烧制在瓷瓶里的，而是被人用一种特制的无痕工业树脂胶强行粘贴在瓷瓶底部的双层伪装内胆里的。而这种高科技工业胶，在整个卢城，只有潘家名下的建材商贸公司才拥有独家代理和进口权。你胡说八道！那也可能是你们刘家故意买来这种胶水，自己沾进去，然后再贼喊捉贼，故意嫁祸给潘少的。潘少叫的可真尊重，看来这人早就被潘家收买了。刘老爷子，上周我建议您在店里加装的那套带夜视和动态捕捉功能的微型针孔监控，看来要派上大用场。不可能，我明明检查过4周的，根本没有监控，一定是这小子瞎说想诈我。我们早上才收到的消息，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就出现在了这里？这位先生昨晚借着您的名义说要检查设备安全，还在这里住了一晚的，原来是假的吗？不，都是误会。把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还有昨晚参与设局的所有人，全部给我带回去严加审问。完了，彻底完了！潘少，救我呀！杨小友，不，
杨大师，你今天砸的是一尊千万官窑，救的却是我们刘家100年的声誉啊！老夫今天在这里当着媒体的面正式宣布，无偿赠与杨峰先生刘家古玩集团2成干股，终身有效。杨峰，谢谢你，又帮我们刘家解决个大麻烦。没什么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刘家也帮过我不少忙。小杨，快来私人收藏馆！小郭那个孽障是内鬼，他勾结何军，把灵眼神诀给抢走了，他要给潘家！快！董老，您怎么样？我马上送您去医院。小杨，别管我，我不碍事。小郭，那个畜生，他利用博物馆鉴定员的身份骗过了我的防盗门锁，把灵眼神诀给强行夺走了。我还是先送您去医院吧。听我说完，小杨，那里面记录着灵眼第2层辨人官运的终极法门，如果落入何军手里，他们就能做出毫无破绽的绝世赝品，到时候整个古玩界就彻底完了。快去追他！董老，您放心，我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一定把神诀完好无损的拿回来。梁老弟，地址给你发过去了，记得小心些啊。好。照顾好董大师。潘少，幸不辱命，这就是那本灵眼神诀。董老头子一直把他当命根子藏在暗格里，我一棍子把他打晕，直接抢了过来。何大师，您看看，是不是这本宝贝？哈哈哈哈！不错，果然是真正的灵眼神诀。有了这本古籍里的秘法加持，我的和氏高仿技术将再无任何破绽。从此天底下再也没有人能看出我的赝品。恭喜大师！马上就能把曾经害您入狱的刘家和杨峰踩在脚下了。把灵夜神诀放下，否则，今天你们这群垃圾，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间房！杨峰，你个穷逼看门狗，居然敢追到这儿来送死！杨峰，你不过是个走运的小杂碎，也敢在何大师面前撒野？何军，你堂堂鉴宝界所谓的宗师，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偷窃董家绝学，也不怕被人笑话？立刻把书给我放下，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再进一次监狱。小子，董老头都是要进棺材的人了，这本神诀放在他那里只会浪费，只有在我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杨峰，你也不想看到明珠蒙尘吧？我看这宝物到你手里才是浪费，暴殄天物。哈哈哈，看来你这张嘴是说不出什么让我高兴的话了。给我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神
神诀与我的灵眼共鸣了，我能看清他们所有的动作轨迹和骨骼关节死角了。这小子的眼睛不对劲儿，他已经摸到灵眼的门槛了。一个废物，凭什么能得到灵眼？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谁也别想得到。今天我要让董家一脉的传承彻底在人间蒸发。何君，住手！去地狱里找你的神诀吧！杨先生在这里面，撤，从安全通道走。可惜了，灵眼神诀还是没能完好无损的拿回来。运转一下那段刚刚烙印下的玄妙口诀试试。这灵气在我体内运转了1个小周天，灵眼好像又升级了。这是灵眼神诀的最后一卷，变人官运，我竟然真的参透了。都是我没用，没能护住祖宗的宝贝，我就是董家的罪人。董老，您放心，神诀已经全部记在我脑子里了。真的？可后面的内容你分明还没看。这个说来话长，总之您等着吧。我迟早还您一份完好无损的灵眼神诀。杨峰，不好了！如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杨峰，刘家要破产了。何俊在逃跑前，通过内鬼把我们刘家抵押在鹿城发展银行地下保险库，价值3个多亿的6000顶尖玉器，全部秘密调包成了高仿。银行刚才下达了通知，说要立刻冻结我们刘家所有的资产。刘老，不是我们不讲情面，总行特批的3位顶级鉴定师都看过了，这6件玉器的分子密度和沁色极不自然，100%是现代高仿。如果半小时内不能证明这批货的真伪，或者找不回真品，我们只能按规矩宣布刘家信用破产，查封所有铺子。这不可能！这都是我们刘家传了3代的宝贝，怎么可能是假的？是不是真的？我说了才算。杨先生，我知道你最近在鹿城名声大噪，但你现在双手受伤，连摸都摸不了古玩，怎么鉴定？鉴宝用眼，不用手。真正的顶尖玉器承载着数代人的喜爱，气韵应该是温润祥瑞的紫金之气，而这6件上面满是化学腐蚀的剧毒死气，这不仅是假货，更是要人性命的毒物。这批玉器确实是假货，而且是用强酸和放射性元素浸泡了7天7夜的合氏毒玉，谁要是长期接触，不出3个月就会得重病身亡。那真正的玉器在哪里？如果找不回来，刘家依然要破产。真品在哪儿？你应该比我们都要清楚吧，张强。杨峰，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我是银行10年的老员工了，我的为人大家都是知道的，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对啊，杨峰，你说是张强做的，有什么证据吗？行长，你跟小郭见过面，对吧？什么小郭？我不认识，你凭什么这么笃定？就凭你脖子上挂着的那个辟邪金佛，绳子结扣的方式是博物馆特有的绳结。凭你身上那股只有小郭才用的香水味，你3天前去过博物馆，跟小郭见过面，对吧？如是，都别过来，一步都不准动！谁敢上前，我立刻上他！都是你这个杂种，坏了何大师的大事！王八蛋，给老子让开，不然老子拉他陪葬！10、9、8，你数什么数？我警告你，别逼我动手！啊！我的手！没事吧？说，真的玉器在哪里？我说别打了，那批珍品玉器昨晚就已经被小郭用博物馆的运货车连夜运往荣城了。今晚8点，他们要在荣城城郊地下拍卖场把这批宝物低价拍卖出境。糟了，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了，从卢城到荣城最快也要3个半小时，时间根本来不及了。雷大哥，借你的直升机一用。今晚我就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诸位贵宾，这6件极品羊乳白玉和汉代出土玉蝉，乃是卢城顶级收藏家刘家的传世宝物。今天卖家因为急需资金周转，不要3个亿，也不要2个亿，起拍价8000万人民币。这可是极品羊字玉啊，居然只要这个价格！看来刘家是真遇到困难了。不过，这便宜不捡白不捡，8500万，9000万，1亿1000万。我出0元。这人是谁？怎么没见过？来砸场子的？这是最近赫赫有名的杨峰啊！不过他怎么突然过来了，还出0元？有点意思。这批玉器是卢城刘家失窃的赃物，谁敢买，就是盗贼的共凶。不会吧？这东西是偷来的？谁知道呢？算了，就当咱们倒霉吧。这东西还是别拍了，省得不干净，惹一身腥。你个阴魂不散的杂种，居然敢来这里捣乱！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这是相关部门出具的文书，这批玉器绝对是真品，而且程序完全合法。小郭，你的造假技术还有待提高啊！举着几本假文书出来丢人现眼，真把大家都当傻子了吗？杨峰，你擅闯私人拍卖场，还敢污蔑我们的藏品证书！保安，给我上！慢着，杨峰，你说这文件是假的，可有什么证据？哎呦，老板，你可别信他的鬼话，他就是来找茬的。既然你笃定那文件是真的，还怕他说？这不是怕他耽误各位老板的时间吗？不怕，让他说吧。要是真花大价钱买回去个不干净的东西，那才是浪费时间还浪费钱。诸位请看，这印油用的是现代化学快干配方，色泽刺眼。真正的世家藏馆出库文书用的都是陈年朱砂印泥，颜色偏暗褐，绝非这种工业大红。纸张做旧痕迹严重不均，有化学药水的刺鼻气味。再看这编号，
正规藏管出库文书用天干地支配数字，这份全是阿拉伯数字连排，连基本格式都不对，好像确实不太对劲。好险，我差点就交定金了，完全是胡扯！这个杨峰先前就是个普通的销售，怎么可能懂这些？他这是在胡说啊！大家别信他。诸位再看看这批玉器，表面残留强酸与重金属，长期接触会造成慢性中毒。诸位触碰过这几件东西的，可以摸摸自己的手，是不是已经有些发痒了？我的手真的有点痒，敢骗我们！你血口喷人！商会纠察队在此，谁敢动？杨峰，周先生绝不会放过你，咱们走着瞧。周先生，先别管了，把玉器追回来要紧。跑得了初一，跑不了15。不管这个周先生是谁，我都会把他揪出来。总算全数追回来了。这6件玉器是刘家传了几代的家底，要是真被卖出去，不光铺子的信誉保不住，也没法跟家里长辈交代。刘家这场风波，总算是能缓一缓了。东西找回来只是第一步，背后的人没揪出来，麻烦还不算完。杨老弟，你这一闹可是彻底闹出名了。雷大哥，正好有事想问你呢。小郭逃跑前说了个周先生，你知道这个周先生是什么来头吗？荣城古玩龙头周氏庄园的掌舵人周宏远，按我查到的消息，他应该就是何军的幕后靠山。你闹的那个地下拍卖场，就是周氏旗下的产业。周氏，他们不是号称100年鉴宝世家吗？行里长辈都说他们家藏珍无数，是古玩界的标杆，他们怎么会做这种事？什么100年世家，都是摆出来撑场面的幌子。真扒开那里看，背地里做的全是上不了台面的买卖。何军手里那些高仿赝品，大半都是通过周氏的渠道售出的，还有不少像刘家玉器一样的赃物借拍卖场出手，然后走周氏渠道卖到境外，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杨先生，有人送了这个过来，说务必亲手交到您手上。诚邀杨峰先生3日后赴周氏庄园茶会切磋鉴宝。切磋鉴宝，我看是鸿门宴还差不多。我们才破坏了他的拍卖会，后脚他就主动约你，肯定没安好心。他的茶会上全是荣城有权有势的人物，而且大半都同他有交集。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不还是拒了吧。去，为什么不去？正好会会这个所谓的100年鉴宝世家。他既然敢光明正大递帖子请人，我就敢堂堂正正赴约，躲着藏着，反倒落了下风。真要论鉴宝的本事，他未必能占着便宜。我倒要看看这个周宏远到底有几斤几两。杨小友果然一表人才，请入座。周老前辈的请帖写得情真意切，晚辈怎敢不来？哈哈哈哈哈哈！杨小友最近可是名声大噪啊，我自然要诚心邀请，让大家都来看看杨小友的风采。前辈客气了。既然宾客已经到齐，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第一件，请各位品鉴。明代宣德年间的铜炉，胎质细腻，包浆自然，市值约80万。这杨峰果然名不虚传。是啊，我看都没看全呢，这位小友居然已经全部说了出来，后生可畏呀！第二件，请。
汉代古文玉璧，玉质温润，沁色自然，价值120万。好眼力，好眼力！难怪卢城古玩界都在传杨小友的名字。这第3件可是老夫的心头好，明代沈周的山水真迹。周老好福气啊，这可是传世佳作，笔法精妙，墨色层次分明，真迹无疑。画心确实是明代原作，但题败与印章均为后世拼接仿造。杨小友何出此言？诸位请看，题跋的墨色与画心有些微色差，印章的朱泥成分也不一致。有人将真迹的画心裁下，拼接了仿造的题布和印章，企图抬高身价。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好一个杨峰，果然名不虚传。3日后，荣城会举办一场民间鉴宝大赛，杨小友可敢参加？有何不敢？你真要去参加那个大赛？周宏远明显不安好心。越是这样，越要去，当众揭穿他的把戏，才能让荣城古玩界看清周氏的真面目。今天不也没出什么的事吗？放心，我再运转一下灵眼神诀。如是，你先去休息。这是什么？杨芳，你怎么了？别吓我！我看到了，这幅画曾经被一位清代翰林收藏过。我看到了他将这幅画挂在书房里欣赏的画面。看到？什么意思？灵眼好像解锁了新能力，现在不仅能断代估值，还能读取器物的流转经历了。我刚刚看到了这幅画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溯源？对，就是溯源。每一件古物都承载着历史。现在我能看到那些历史片段了。不用担心，他的陷阱恰恰是我们揭穿周氏造假面目的利器。现在灵眼觉醒了新能力，我反倒更有信心了。小杨，听说你接受了周宏远的邀请，要去参加荣城的民间鉴宝大赛。这周宏远可不是什么好人。放心吧，董老，我心里有数。周氏祖上便以拼接造假术闻名，你可千万要提防。他们的拼接手法独步天下，连老夫年轻时都看走过眼。董老，我有信心。我现在已经摸到了灵眼溯源的门道，到时候正好会会他们的拼接术。千万不可大意，你务必小心再小心。周宏远，我们3天后见分晓。荣城民间鉴宝大赛现在开始，第1轮海选，从100件器物中挑出真品，限时半小时。这件瓷器看着像真的，这釉色太亮了，8成是现代仿品。到底哪个是真的？这100件里挑20件，太难了。真的，清代雍正官窑。假的，现代染色石英岩，不值一提。麻烦给我拿下纸和笔，谢谢。您确定？
还有时间呢，要不要再仔细看看？不用了，确定。全对，20件真品，一件不漏。这个杨峰有些本事，不太好对付啊。哼，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我来给你加点难度。这个人就是周宏远的儿子周磊。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都爱搞些不入流的手段。等一等，第37号和65号标签被人对调了。这是谁干的？标签都要被撕坏了。也许可以问一下这位先生。你别冤枉人！第1轮结束，杨峰晋级。第2轮，碎瓷拼合断带。第2轮，每人1桌碎瓷，1小时内拼合并断带。开始。这哪拼得出来啊？碎片太多了。拼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我看就是刁难人。这2片是宋代影青盏的腹部残片，纹理完全吻合。好快，这手法绝了，连缺角都补得天衣无缝。这速度，这手艺，绝世罕见啊！这3片是现代仿品碎片，胎质、釉色与真品完全不同，是有人故意混入的障眼法。确实是现代仿品，胎土用的是现代高岭土，而非宋代刺石，釉面也有化学做旧痕迹。他怎么可能连这个都看出来？这个杨峰简直不是人！杨小友技艺超群，普通的题目看来已经难不到杨小友了。既如此，老夫亲自出题，杨小友没意见吧？周老随意。这件青花梅瓶，请杨小友断带估值。瓶身上有元代窑厂的火光与飞溅的釉料，可瓶口处却是明代工匠修整痕迹。这瓶底又是清代落款时留下的印记。这瓶子倒是挺有意思，这尊梅瓶有问题，它不是单纯的元代真品，而是拼接制作。杨小友说这话可有依据？这尊梅瓶可是我周家3代相传的宝物，断不会有假。周老前辈，晚辈不敢妄言。这尊梅瓶确实是拼接制作，且拼接手法极为高明，拼缝处做了釉面修补做旧，非寻常手段可以识破。诸位请看，瓶身主体是元代景德镇窑烧制，胎土厚重紧实，青花茶色浓艳沉郁，苏麻离青料特有的铁锈斑深入胎骨，这些都是元青花的典型特征。但诸位再细看瓶口处，胎土明显变薄，分量偏轻，釉面也从元代的肥润湿透变成细腻亮泽，这是明代中期的工艺特征，和瓶身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好像确实不太一样，瓶口和瓶身的釉面质感完全不同。杨峰说的有道理。再看瓶底，这个落款用的是清代雍正时期的楷书款，但胎土的火石红痕迹又不于元代胎土，明显是3个不同朝代的部件拼接而成。杨小友莫不是看走了眼？这可是我周家祖传之物，是否走眼，一验便知。我建议送第3方鉴宝实验室做热释光检测，3处不同部位的年代数据，自会说明一切。去，把检测设备搬来。瓶身元代，瓶口明代中期，瓶底清代雍正。周老，这确实拼接的太过巧妙，没看出来也情有可原。是老夫疏于查验，被前人蒙骗了。杨小友眼力过人，老夫佩服。周老过奖了。今天当众打了周家的脸，这个周磊看着不像是能忍气吞声，看来要小心些了。
后面有人跟着。别回头看，装作什么都没发现。老板，这个多少钱？那是旧铜印，乡下收来的，500块拿走。明代布政使官印，这东西至少100万起步。旧太重了，根本看不出东西。200卖不卖？不卖我就走了。前面还有几个摊位要逛。您再添点，300拿走，不能再少了。这铜分量足，你买回去熔了做铜器都不亏。行，包起来吧。买这破铜烂铁干嘛？锈成这样了，能是什么好东西？回去再说，这东西不一般。周家的人在后面跟着呢，自然点，别被他们看出来。这位小友，请留步。老先生有何贵干？我刚看你在那边摊位上买下一枚铜印，实不相瞒，那枚铜印是老夫早年遗失的家传藏品，不知小友可否割爱归还？老夫愿意出原价赎回。即使家传藏品，又怎会轻易弄丢？而且那东西已经锈迹斑斑，你怎么确定就是你丢的那枚？看来小友对我还是有所怀疑。不如这样，我们找个茶楼坐下好好聊聊。老夫姓苏，单名一个敬字，是博古阁的前任阁主。退隐多年，今日在这老街偶然遇见小友，也是缘分。博古阁，江南3大藏阁之一的博古阁。看如师的反应，这老先生来头不小啊！晚辈杨峰，这位是护城刘家之女刘如诗。老先生，跟我们说说那枚铜印的事情吧。那枚铜印确实是老夫年轻时在荣城遗失的。当年战乱，家道中落，这枚明代布政使官印流落民间，老夫寻觅多年未果，今日偶然在这老街看到，没想到被小友先一步买下。这苏老气度不凡，看着也并无恶意，就当结个善缘吧。苏老既然是原主，晚辈自当奉还。你就这样还给我？你知道这铜印值多少钱吗？市场价至少100万以上。宝物有价，真情无价。既然是苏老家传之物，想来必定对您极为重要，晚辈不敢占有。好一个真情无价！如今这世道，像你这样不为钱财所动的年轻人太少了。你这个朋友，老夫交定了。老夫听说你在和周氏作对，您怎么知道的？你杨峰的名号，现在古玩界谁人不知啊？苏老过誉了。周氏勾结何军，造假贩假，坑害无数藏家。晚辈正在搜集证据，准备当众揭穿他们。周家这些年做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若有谁能站出来制止他们，也算是对古玩界的一大贡献了。老夫也愿助你一臂之力。老夫这里有周氏早年售卖假拼接瓷的原始收据与独立鉴定报告，都是铁证。你若需要，老夫愿为你作证，当众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好啊，杨峰，你竟敢偷窃老先生的铜印！你说我偷窃？我亲眼看见你从这老先生手里抢走了铜印。来人，把他扭送古玩商会问罪！一派胡言！哪来的臭小子胡说八道！老头，你别被他骗了，这杨峰手段多着呢，专会哄骗老人家。老夫苏敬，博古阁前任阁主。这枚铜印是老夫遗失多年的家传之物，杨小友发现后主动归还，分文不取。这等行为，岂是你这种小人能污蔑的？博古阁的苏老，那可是江南鉴宝界的泰斗啊！杨峰居然把到手的100万宝贝还回去了，这份气度不是一般人有的。老头，我可是周家人，你今天帮着杨峰就是要与我周家作对。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说是不是杨峰抢了你的铜印？哼，原来是周家人，怪不得这么不要脸呢。各位，老夫这里还有周氏售卖假拼瓷的原始收据和独立鉴定报告，都是铁证。他们打着百年世家的旗号，实则用拼接术制造赝品，坑害了无数藏家。原来周氏是这种人！我上礼拜还在他们店里买过瓷器，不会也是假的吧？杨小友，今日一别，后会有期。若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随时来博古阁找我。多谢苏老厚爱，晚辈感激不尽。
没想到来荣城一趟还能有这种机遇。走吧，在这里也待得够久了，我们回护城。小杨，你来的正好，老夫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您说。你既身负灵眼，又修炼了灵眼神诀，也算是我们灵眼门的一员。灵眼门？对，灵眼门分董神两支，董家主修断代孤直，沈家主修溯源变物。100年前因理念不合分家，现如今下半部灵眼神诀就在江南沈家。沈家？杨峰，我已投奔江南沈家，下个月江南地界鉴宝大赛，我定会让你输得连北都找不到，你可记得要过来啊，胆小鬼！这潘亮还真是阴魂不散，荣城的事儿刚了，他又把手伸去了江南。不过照眼下的情形看，你这趟江南是非去不可了。董老，您刚刚是说下半部灵眼神诀在沈家？不错，当年分家时，上半部留在我董家，下半部被沈家带走。若能让2部秘籍合二为一，你的灵眼才能真正达到圆满境界。不光变伪断代的准头会再上一层，溯源变物、感知古物气运的能力也会远超现在。江南地界的鉴宝大赛是南方古玩行3年1度的盛事，圈子里有名有姓的藏家、行家都会到场。这一届的主办方里，沈家也位列其中。按往年的规矩，主办方必会拿出自家的镇家之宝，摆出来供参赛的人品鉴辨宝，既是立招牌，也是考教后辈的眼力。你若能在这次大赛中脱颖而出，引起沈家注意，或许有机会接触下半部秘籍。好，我去。据我所知，沈家小姐沈清渊先前就与潘亮有交集，你此行不光要应付赛场上的比试，还要提防潘亮在背后使绊子，说不定他还会联合沈家的人给你设套。你此行凶险万分，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万事不可莽撞。我会的。这是什么？怎么会发烫？这是祖师留下的信物，古玉有灵，它在感应下半部秘籍的存在。江南方向必有你要找的东西。董老，您安心养病，不用替我操心。我此行江南，一定想办法把下半部秘籍带回来，不辜负您的嘱托，也不辜负祖师传下来的东西。江南，我来了。江南果然和别处不一样，街边的古玩店都透着股沉静韵味，连路边摊子上的物件都比别处规整讲究，空气里都像裹着墨香与玉气，不愧是南方古玩行的根基之地。先去那边那家老字号看看，说不定有收获。灵眼告诉我，这条街上肯定有好东西。老板，那半块玉佩怎么卖？客官好眼力，这是前几天刚收的绝当品，料子是块老玉，就是残了一半，纹路也生僻，没几个人认得。你要是诚心要，800块直接拿走。这玉佩我要了。严丝合缝。等等，这玉佩不卖了。我刚记起来，这玉佩是沈家托放在我这儿展示的非卖品，不是什么绝当品，是底下伙计不懂事儿，错摆去了绝当品架子上，这生意做不成了。钱我原数退给你，玉佩你必须留下。你刚才亲口说这是刚收的绝当品，800块钱你也亲手收了，现在见东西拼上了有来头了，转头就改口不认账，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还不用你个丫头片子教我怎么做生意，要么把玉佩留下，要么别想出这个门。在江南这地界，沈家的东西不是谁都能拿的，识相的乖乖交出来，别逼我动手。玉佩我买了，钱你也收了，想反悔，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留住我。大小姐，您来的正好，这小子强行要买咱们沈家寄放的玉佩，我明明说了是非卖品，他付了800块钱就要硬拿，还想硬闯出去。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自己亲口说这是刚收的绝当品，800块明码标价摆出来卖，钱你都亲手揣兜里了，见玉佩拼上有来头就当场反悔，还叫伙计堵门，
现在反倒倒打一耙。你就是杨峰，最近在卢城和荣城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鉴宝师。正是在下。沈小姐，买卖讲究钱货两清，800块我已经付过了，你的人现在堵着门不让走，传出去怕是有损沈家100年世家的名声吧？这半块玉佩是我沈家失踪多年的掌门信物，你从哪里得到的另一半？董大师所赠，灵眼门本是一家，董沈两家何必分彼此？这玉佩合在一起才是完整，分开100年也该重聚了。祖上有训，董沈两家不得往来。清渊，别跟他废话，这小子最会花言巧语，直接把玉佩抢回来就是了。跟这种人多说一个字都掉价。沈小姐，潘亮是什么人，你最好打听清楚。他在护城做过的那些事儿，业内人尽皆知。现在他投靠沈家，不过是想借您的势力对付我爸。你少挑拨离间，清渊，别听他胡说。鉴宝大赛就在3日后，邀请函我给你，赛场上见真章。如果你能赢，玉佩的事儿我们可以再议；如果你输了，玉佩留下，你立刻离开江南，回你的护城去。一言为定。杨峰，这里是江南，是沈家的地盘，这次你输定了，我等着你灰溜溜滚回去的那天。本次初赛规则如下：每位参赛者依次上前鉴宝，每件器物仅可触摸观察局部，单器物限时3分钟，最终写下鉴定结论与断代依据，由评委统一打分。规则宣读完毕，比赛正式开始。有沈家的内部资料，这种比赛可太简单了，我赢定了。这件青铜鼎是假的，这尊鼎表面的饕餮纹是典型的商周风格，但底部的铸造痕迹完全不对。商周青铜器用陶范法铸造，器身与底部必会留下清晰的合反线，但这尊鼎底部光滑无痕，胎壁厚度均匀一致，用的是现代失蜡法工艺，绝不可能是古物。再看表面这层铜绿，看着厚重自然，实则是化学做旧，用醋酸加氯化铵混合溶液浸泡，7天就能做出这种效果。但上手手感偏涩发黏，没有老铜经100年氧化形成的温润包浆感。您可以掂量一下，这鼎的重量比同等大小的真品轻了约2成，说明合金配比不对。他说的对，这件确实是仿品，我们之前看走眼了。年轻人，你的眼睛很毒，老夫佩服。可恶！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答案全都错了。他怎么连这个都看得出来？不可能！年轻人，有点本事。明天就是复赛，难度会再上一个档次，器物也更具迷惑性。老夫等着看你的表现。复赛主题文房四宝对决，2位选手各带1件砚台，互相鉴定对方物品，断代辨真伪，胜者晋级决赛。这是沈家珍藏的清代端砚，老坑饰料，价值连城。杨峰，见识过吗？你这方砚台确实是老坑石料，但有问题。你乱说什么？这怎么可能是假货？这方砚台是清代石料，但雕刻工艺是近20年的手艺，刀法过于规整，没有古人雕刻时的自然顿挫。更重要的是，底部这层包浆是人工做就，用茶水和核桃油反复浸泡而成，不是自然形成的包浆。确实，包浆不均匀，有分层痕迹。好，说我的是假货，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你就拿这么个破玩意儿来参赛？我看是地摊上10块钱淘来的吧？这砚台也太普通了，灰扑扑的。潘亮的是假货，杨峰这个我看也好不到哪去。劳烦诸位用清水擦拭砚台底部。这是苏轼的藏砚，这确实是宋代名家旧藏，底部还有当年藏家的题刻。这砚台表层被后人打磨过，掩盖了原来的光泽，但宋代砚台的石纹和质地是做不了假的。好一方宋代砚台，你从哪里得到的？古玩界一位老者转让的，他不知其价值，只当是普通旧物。好，杨小友，好眼力！我宣布，今日比赛的胜者是杨峰。不可能！
可能。杨小友，今日请你来是有件隐秘之事相告。这件事压在沈家30年，关系到整个沈家的存亡。沈老请讲，晚辈洗耳恭听。外人都道沈家是100年鉴宝世家，风光无限，实则内里早已没落。这些年不过是靠着祖辈攒下的名声勉强支撑门面。那下半部灵眼神诀，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盗了。被盗？怎么会这样？当年是我父亲当家，秘籍一直藏在后院密室的暗格中。30年前一个雨夜，密室被人撬开，暗格被翻得乱七八糟，下半部灵隐神诀就不翼而飞了。我查了多年，始终没有线索。没有下半部秘籍，沈家的鉴宝术就只剩断代估值的皮毛，溯源变物、感知气运的核心技法全失。这些年爷爷撑得辛苦，业内早就有不少人暗中质疑，说沈家难负盛名。我有一事想问，潘亮品行不端，在卢城、荣城都做过不少上不了台面的事。以沈老的眼力，怎么会让他留在沈家，还委以重任？哼，那小子声称能帮我找回秘籍，以此为借口留在沈家。起初我还抱有一丝希望，可后来我调查发现，他暗中与周氏的人往来密切，根本不是真心帮忙，而是想套取沈家的信息。杨小友，你身怀上半部神诀，又有灵眼之能，与灵眼门缘分深厚。老夫恳请你帮忙找回下半部秘籍，重振灵眼门，沈家上下感激不尽。沈老放心，灵眼门本是一家，找回秘籍也是我分内之事。潘亮那边我会留意他的动向。过几日江南郊区会有场地下交易会，会上会有些稀罕物，可能有秘籍的线索，劳烦小友替我走一趟了。定不负所托。这里的人个个来历不明，不少都是走偏门的卖家，行事没什么规矩。你我装作普通藏家逛展，小心行事，千万别露了破绽。我心里有数，咱们分头查看，你留意有没有和秘籍相关的物件，我顺着展桌挨个摸过去，有情况立刻示意，随时汇合。这是何军的标记，何军居然和这里的黑市有勾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何军，他怎么会在江南？他不是在卢城被通缉了吗？周氏在背后保他，走，跟上去。下半部灵眼神诀、灵眼门至宝，5000万元，一分不少。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沈家失踪30年的秘籍，怎么会落到他手里？怎么证明是真品？万一是个仿本呢？灵眼门的秘法，这世上只有我手里的这一份，你爱买不买？外面有的是人抢着要。何军这老贼，这是我沈家失踪了30年的传家宝物。他居然敢拿出来卖，简直胆大包天！你去外面通知沈家护卫和上会纠察队，我在这里拖住何军。你一个人太危险了，何军身边有打手。放心，我自有办法。你快去，别耽误时间。杨峰，你怎么会在这里？何大师，好久不见，这么急着卖我师门的秘籍啊？你不是说东西来路干净吗？这是怎么回事？别听他胡说。他不是这里的人，是来找茬的。这位老板，我好心劝你一句，这买卖别做。他手里的下半部灵眼神诀根本不是全本，缺了最关键的几页心法。你就算花5000万买回去，也是白花钱了，根本练不成，纯打了水漂。你血口喷人！我这秘籍是完整的，完整不完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灵眼门的灵眼神诀通篇共36页，分上下2部，每部各18页。你这本看着也就10页出头，剩下的页数是被你私藏了，还是早就弄丢了？胡说！这里有15页。好啊，姓何的，居然敢拿残本糊弄老子！5000万买你15页破纸，你当老子是冤大头？江南道上的规矩你懂不懂？敢骗到我头上来，我看你是活腻了！不是，你别听他胡说！拦住他，把盒子抢回来！撤，从后面走。把剩下3页交出来，否则
今晚别想离开这里。你想都别想！是灵诀。30年了，老夫找了30年，终于找回来了，沈家有救了。灵眼门的传承总算没断在我手里。父亲，秘籍回来了，这些年您日夜悬心，以后终于能松口气了。沈老，晚辈冒昧，可否借密室闭关3日，参悟完整神诀？这有何不可？沈家后院密室清静安全，你尽管使用，缺什么只管吩咐下人。这3日老夫亲自守在院外，保证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你。完整神诀果然不同凡响，如今我的灵眼比之前强了数倍，不光能断代溯源，连器物内部的暗伤、隐裂都能感知到，甚至能精准看出修复的切入点。就说这枚汉代玉璧，看着完整无损，实则璧身内侧有一道3分长的暗裂，是早年入土时受挤压形成的。好啊！灵眼门失传100年的圆满境界，竟然在你身上重现了。老夫这些年的心愿，总算是真正实现了。杨峰，老夫有个不情之请。您请说。如今2部神诀合一，你身怀完整心法，又心性端正，能力过人。老夫提议由你接任灵眼门掌门之位，统领东沈2家，把灵眼门发扬光大。沈老，晚辈资历尚浅，恐难服众。杨峰，灵眼门的掌门看的是真本事和心性，不是资历深浅。你能找回秘籍，又修成圆满灵眼，放眼整个灵眼门，没人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沈家上下都信服你。老爷，不好了，库房里的真假古玉不见了。刚才我去打扫，发现匣子空了。怎会如此？沈老别急，我帮您看看。不必，马上就是决赛了，你当务之急是准备决赛。是啊，找玉的事有我和父亲就好。好，那我就先告辞了。江南地界鉴宝大赛决赛正式开始，2位选手各鉴定对方3件藏品，断代辨真伪，胜者即为本届冠军。诸位，我要揭发杨峰，他昨晚潜入沈家库房，偷走了这块镇宅古玉。什么？杨峰是小偷？不可能吧？他不是刚帮沈家找回秘籍吗？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呢？你说我偷的，有什么证据？证据确凿，这块玉就是从他的背包里搜出来的，沈家的下人可以作证。谭亮，你既然说是我偷的，你敢不敢当众验一验这块玉？这有什么不敢？诸位可以凑近看看，这玉上残留着潘亮的香水味，还有他的指纹。更重要的是，这块玉是仿品，真品早已被调包。你胡说，这明明就是真品！沈老，请派人去潘亮暂住的客房搜查，真品一定藏在他的房间里。不可以，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如果没有的话，你怕什么？侵犯隐私？那你未经允许翻我的包，是不是也算侵犯隐私？老爷，在潘亮的枕头下找到了这个。潘亮，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栽赃陷害，还偷换我沈家的宝物，给我把他拖出去！沈老，我没有，这都是杨峰污蔑我的。精彩，真是精彩！3日后，老夫联合多地古玩商会举办业内巅峰鉴宝峰会，胜者获鉴宝宗师称号与1000万奖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杨小友可有兴趣参加？周老亲自来送请帖，晚辈怎敢不接？那就好。不过峰会上高手如云，各地名家都会到场，杨小友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别到时候下不来台，砸了招牌。我只听说杨小友在沈家，怎么这姓周的也在这里？真是晦气！苏老，您怎么过来了？我就是过来看看这周宏远怎么也来了。他是过来送3日后业内巅峰鉴宝峰会的请帖的。这时候办峰会必有蹊跷，他一向视你为眼中钉，怎会好心给你送功名？这里面肯定有诈。苏老说的对，他此番必是设局报复，想让你在峰会上身败名裂。小杨，周宏远是不是邀请你参加峰会了？是，刚收到请帖。他这是想借峰会垄断行业鉴定市场，如果让他赢了，以后整个行业的鉴定标准就由他一家说了算。但你若胜出，便能制定行业规则，肃清造假风气，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董老的意思是让我应战？不错，有我卢城一脉在背后支持你，
怕什么？这是你为证明，也是为整个古玩界证明的最好机会。对了，我有个朋友最近刚回国，听说你的事迹后，想找你帮个忙。等你回护城后，我把地址发给你，说不定能在他那儿找到什么新宝贝呢。好，既然周宏远下了战书，我杨峰自然要接。这一战，不光为我自己，也为所有被造假坑害的藏家和同行。沈家全力支持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博古阁也会派人过去，老夫到时亲自到场，看周宏远能玩出什么花样。3位都是业内顶尖的造假高手，老夫要你们合力打造一件终极赝品，不计成本，务必天衣无缝。您就是杨大使？我姓陈，刚从海外回来。祖上这栋老宅据说地下藏有宝物，可我找了多年都没找到。听董大师说了您的事迹后，便斗胆想请您给看看。陈老客气了，我们先进去吧。陈老，这隐蔽墙有问题，里面是空的，有人在这里藏了东西。这就是祖上传说的藏宝，我找了20多年都没找到。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祖父临终前说老宅有宝，我翻遍了每一个角落都没找到，你一来就找到了。杨大师真是神人！陈老，您祖上这位藏宝之人，可是灵眼门的前辈。您怎么知道？我曾祖父正是灵眼门的弟子，后来战乱就断了联系。后世子孙若见此信，当知无灵眼门弟子陈某某于光绪26年，将一批宋代官窑瓷器藏于老宅古井之中，以防战乱流失，望后人妥善保管，待天下太平之日取出，传于后世。宋代官窑，古井里还有东西，我曾祖父居然藏了这么多宝贝。带我去古井看看，信上说的应该就在下面。下面有东西，一个木箱。曾祖父，孙儿终于找到您藏的东西了，陈家列祖列宗保佑！6件都是宋代官窑瓷器，保存完好，品相极佳，价值连城。您曾祖父用心良苦，桐油密封加上井底的恒温恒湿，才能保存得这么好。杨大师，这些宝物能找到，全靠您。我决定将它们全部无偿捐赠给博物馆，公开展览，让更多人看到祖宗留下的宝贝，而不是藏在家里蒙尘。陈老高义，晚辈佩服。价值连城的宝物，好啊！派人半路截住运货的车，把那些官窑全给我抢回来。前面弯道慢点开，注意路边。下车，把货留下，人可以走。识相的别反抗。杨先生，雷老板说了，这批货绝不能有闪失，我们一路跟着呢。谁派你来的？说实话，不然把你交给商会纠察队。是周老板周宏远让我们拦车抢货，他说这批官窑值好几个亿。回去告诉周宏远，这些瓷器一件都少不了，让他死了这条心。拉坯讲究的是手稳心静，力道的控制要恰到好处，重了坯就薄了，轻了坯就厚了，不均匀。原本就是路过觉得好玩进来看看，没想到居然这么难，那些制瓷的人手该有多巧啊！这比想象中难多了，稍有偏差就变形，手上力道根本控制不住。
你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有天赋了。古代工匠10年才能出师，现代虽然有机器辅助，但手工拉皮的韵味是机器做不出来的，那种温润感只有手才能赋予。这是传统的石灰釉，这是长石釉，这是我家秘制的玛瑙釉。每种釉料的配比和烧制温度都不同，出来的效果也千差万别，差1度颜色就完全不一样。这釉料里加了玛瑙粉和珍珠粉，还有少量的紫金土。好眼力，这是我家传的秘方，能让釉面更加温润如玉，市面上仿不出来。好热，温度一下子升高不少。烧制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温度差1度，出来的成品就可能完全不同。宋代汝窑的天青色，就是在特定的温度和气氛下才能烧出来的，多1度少1度都不是那个色。这些瓷器外形与宋代汝窑相似，但釉色死板，是仿品吗？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仿品？师傅，奇怪，人呢？这批货是周宏远周老板订的，他是什么人你们都清楚，对工艺要求极高，不能有任何瑕疵，釉色必须达到天青标准，开片要自然，做不好的全部砸了重做。老板，这批开片的效果比上批好多了，周老板应该能满意。胎土用的高岭土加磁石配比3:7，釉料加了氧化钴调色，烧制温度1280度，开片是用极冷法做出来的。这些数据和传统工艺完全不一样。居然还有周宏远的事儿，这趟还真没白跑。谁在那里？给我出来！站住！别跑！抓住他！苏老，我拿到周氏造假的核心证据了，生产记录、配方数据、照片一应俱全。作坊老板亲口说是给周宏远做的货。好，峰会上这些证据足以让周宏远晚节不复。你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本届凤会旨在弘扬鉴宝文化，选拔真正的鉴宝宗师。老夫作为主办方，欢迎大家踊跃参与，以宝会友，共同进步。不过老夫也听说，近来有些年轻人仗着几分小聪明，到处哗众取宠，打着鉴宝的旗号博眼球。真正的鉴宝，需要的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沉淀，而不是一时的投机取巧。年轻人嘛，还是要脚踏实地，别老想着一步登天。这说的是谁呀？还能是谁？最近赫赫有名的杨峰呗。哼，这老狐狸话里有话，明摆着冲你来的，想给你个下马威。让他说吧，多说多错。今天我就用实力让他闭嘴。第一轮比试100件挑真，100件形制相同的青花碗中仅有1件真品，限时10分钟，请各位选手上台。这怎么挑？看着都一样啊，连重量都差不多。只能一件一件摸了，看手感有没有区别。10分钟根本不够啊！周氏出题果然刁钻，这是故意刁难人啊！找到了，那件就是真品，不会错。就是这件。你确定？不再看看？还有7分钟呢，其他选手都还在挑。不用了，这件就是明代宣德年间真品，错不了。釉色用的是苏麻离青，胎土细腻，底款书写有力，和其他99件完全不同。釉色温润，胎质细腻，底款的楷书“大明宣德年制”6字端庄有力，确实是真品。釉料用的是苏麻离青，发色浓艳，有铁锈斑，胎土细腻如糯米，典型的宣德官窑。杨峰说的完全正确。第一轮，杨峰胜。接下来第2轮，隔空断代。本轮比试，选手不得上手触摸，不得靠近玻璃柜，只能在5米外靠肉眼观察，推断每件器物的年代和出处。限时15分钟。5米外，这怎么看？连胎土都摸不到，只能看个大概。周氏这是故意刁难，隔着5米谁能看准？这不是为难人吗？来吧，隔着5米也一样，灵眼之下没有秘密。第一件大概是明代的吧？
具体看不清。具体年份呢？窑口呢？这个隔着5米实在看不清楚，只能猜个大概。太难了，比上一轮还刁钻。周氏这是存心为难人。第一件，明代永乐年间锦德镇官窑青花缠枝连纹盘，胎土细腻，釉色莹润，用的是苏麻离青料，铁锈般清晰可见。第二件，清代康熙年间粉彩花鸟纹瓶，画工精细，用色典雅，底部有双圈款，是典型康熙中期风格。第三件，宋代龙泉窑梅子青釉洗，釉层肥厚，开片自然。第四件，元代钧窑玫瑰紫斑碗，窑变天成。第五件，最后一件，这件不是唐代的，是民国仿品。哦，几位资深藏家都定为唐代，你有何依据？这陶罐的胎土确实来自河北磁州窑，但烧制的火候不足，器型比例也与唐代标准不符，是民国时期的仿品。用了唐代的胎土做旧，工艺上有明显差距。检测结果与杨峰描述完全一致。杨峰，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眼神好，再加上点经验。2轮已过，杨峰胜出，但峰会还有最后一题，请诸位拭目以待。这是本次峰会的压轴之题，宋代汝窑天青釉贤文尊，请各位鉴定师上前品鉴，断代辨真伪。这是老夫私人珍藏多年之物，今日特意拿出供诸位品评。釉色天青，开片自然如蝉翼，胎土细腻呈香灰色，是汝窑真品无疑。90%以上的鉴定师都认定为真品，包括几位业内泰斗。这尊无论是从釉色、胎质还是器型来看，都无可挑剔。那道线不像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拼接的痕迹。拼接材料也很特殊，居然是透明的粘合剂。如果没有灵眼，只靠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宋代真品残片加现代医用陶瓷粘合剂拼接而成，精度达到分子级，几乎天衣无缝。这周宏远真是下了血本。这件汝窑尊有问题。杨小友，90%以上的专家都认为是真品，你莫非比所有人都高明？这件尊确实是宋代汝窑残片，但它被人用新型医用陶瓷粘合剂拼接过。杨小友说用医用陶瓷粘合剂拼接，可有证据？空口无凭可不行。在场这么多专家都认定为真品，你一句话就想推翻？有证据，拼接位置在尊口下1毫米处，肉眼看不出来，请拿一台紫外线荧光灯来，一照便知真假。这小子居然连这种细节都能看出来，若是拿紫外线照了，一切都完了；可若是不照，也没法圆过去。好一个杨峰，短短几日便拆了我好几次台，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真的有，你们快看！天哪，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太隐蔽了。这是什么技术？居然能精密到这种程度？确实有一圈荧光带，这是医用陶瓷粘合剂在紫外线下的典型反应。老夫从事鉴定50年，见过无数赝品，但这种分子级的拼接还是头一次见。这种粘合剂是现代高科技产品，古代绝不可能有。这尊确实是拼接的赝品，而且是极高水平的拼接。这可能是古物修复时留下的痕迹，并非赝品。有些古人在修缮器物时也会用粘合材料，这很正常。周老先生说的对，古人确实会修缮器物，但古人用的是天然树胶或鱼护胶，绝不会在紫外线下产生荧光反应。而且这圈荧光带的位置精确到1毫米，说明拼接是在现代用精密仪器完成的。古人没有这种技术，也没有这种材料。这尊是用宋代汝窑真品残片，加上现代医用陶瓷粘合剂拼接而成的终极赝品。周老前辈，您还有什么话说？诸位，
这是我在护城一个隐蔽作坊收集到的证据。那个作坊的老板亲口承认，他们专门为周氏生产高精度仿宋代汝窑瓷器，生产记录、配方数据和照片都在这里。原来周氏一直在造假，还打着百年世家的旗号骗人。亏我还信了他们这么多年，买过好几件藏品，说不定全是假的。这种人应该永远逐出古玩界。老夫这里有古玩商会历时半年的调查报告，周氏近5年来通过拼接造假术坑害了37位藏家，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受害者名单、交易记录和独立鉴定报告都在这儿。我的清代翡翠手镯也是周氏卖的，花了300万，后来鉴定是化学染色的工业仿品。这是他们给我开的假证书，盖着周氏的公章，全是骗人的。关门，给我把大门关上！今天谁也别想出去，谁敢出去，老子打断他的腿！他想干什么？不会想对我们动手吧？你们谁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老子让你们在古玩界混不下去！全都给我闭嘴！周宏远，你以为关上门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今天谁也别想出去！老子在荣城经营30年，不是你们这些小辈能撼动的。老夫认识的人多着呢，你们敢动我，以后在业内寸步难行。周宏远，你敢动我雷某人的朋友，活得不耐烦了，在老子面前也敢嚣张！周宏远，你涉嫌组织造假、诈骗藏家、扰乱行业秩序，证据确凿。商会决定对你和周氏进行全面清查，即日起封停所有产业。不可能！老夫30年基业，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你坑害藏家、造假贩假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出来混，迟早要还。杨老弟，没事吧？哥哥来晚了一步，让你受惊了。雷大哥到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还真不好说了。按照古玩商会行规，周氏名下所有古玩铺子都会被永久除名，造假作坊全数关停，周宏远等人也会被移交商会处理，事情总算是结束了。今日之事到此了结，古玩界从今往后少了一个毒瘤，愿各位藏友日后擦亮眼睛，不再受骗。报告队长，周氏地下仓库发现大量高仿品和造假工具，整整3个大房间，还有大量化学原料和做旧设备。周氏30年造假，果然积累深厚。这些赝品如果流入市场，不知会坑害了多少无辜藏家。今天一定要全部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掉。苏老，这件是真品，清代雍正官窑粉彩瓶，应该是某位藏家被骗后以假充真混进来的。这件也是真的，汉代古文玉璧，被混在仿品中掩人耳目，玉质温润，沁色自然，好东西。杨峰这眼力简直是神了，在成山的赝品里找真品，比大海捞针还难，他居然一件都没看错。难怪沈家和苏老都如此器重他，这等人才100年难遇。经商会全体决议，授予杨峰先生鉴宝宗师金质令牌，以表彰其肃清行业风气、维护藏家权益之卓越贡献。杨峰先生是本会最年轻的鉴宝宗师。此令牌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杨某必不负众望，继续为古玩界尽绵薄之力。小杨，把2块玉佩合在一起试试。祖师爷留下的东西该重见天日了。掌门印，完整的灵眼门八卦掌门印，老夫年少时听父亲描述过，今日终于亲眼见到了。祖师爷保佑，老夫有生之年终于看到掌门印重见天日，这辈子值了。我能感觉到灵眼彻底稳固了，对器物内部损伤的感知也更加精准，哪怕是最细微的裂纹和暗伤也逃不过我的眼睛，这才是灵眼真正的境界。双玉合璧，掌门印现，这是天意。杨峰，
你就是灵眼门等待100年的传人，众望所归。杨总师，老夫有个提议，请你出任刘家古玩集团总裁，整合南北资源，开设古物修复馆，造福整个古玩界。杨峰，这是爷爷的诚意，也是我的心意，希望你能答应。从今天起，你就是集团总裁兼首席鉴定师了，有什么打算？可不许偷懒。2件事：第一，推行透明鉴定加终身保真制度，建立业内首个古玩保真数据库，让每一件藏品都有据可查，从源头上杜绝假货流通。每一件进入数据库的藏品都要经过3重鉴定，结果公开透明，任何人都可以查询。一旦发现问题，终生追责，绝不姑息。此举一出，造假者将无处遁形。杨宗师高瞻远瞩，这是为整个行业立规矩啊。第2件事儿，开办灵眼古物修复馆，用灵眼精准定位残损古物的内部暗伤，修复那些险些被毁的民间藏品，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能继续传下去。好啊！梁宗师，求您救救我家传的宝贝，它碎了，这可是我们家传了8代的东西呀！老人家，您先坐下，慢慢说。这是我祖上8代传下来的宋代官窑瓶，我那不孝子喝醉酒把它打碎了，我找了无数个修复师傅，都说碎得太厉害，修不了。杨宗师，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老人家，这瓶子确实碎得厉害，但不是不能修。给我3天时间，我用金善工艺保准让它恢复原样。真的？杨宗师，您真能治！不仅能修，还能让它恢复原来的样子，甚至比以前更好看。金善工艺就是用金粉修补裂纹，让伤痕变成独一无二的美。您放心回去等消息。这是什么？我家传了8代的瓶子，里面居然藏着地图。这地图指向您祖宅的书房地底，可能藏着您祖上留下的东西。老人家，带我去看看，说不定有大发现。这就是我祖上的老宅，打我祖父那辈就搬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小时候我在院子里玩耍，从未想过地下藏着东西。就是这里，地砖下面有空洞。真的有暗示，我在这宅子里长大，竟然从来不知道祖上藏得真严实。这是明代唐寅的真迹，仕女图。唐伯虎的画，我家祖上居然有唐伯虎的真迹。不错，还有这些古籍，都是明代江南才子的手抄孤本，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套文房4宝是和田玉所制，温润细腻，也是难得的珍品。祖上保佑，祖上保佑啊！这些东西是您的家传之宝，我帮您联系博古阁，请最好的修复师来修复保存。另外，我建议您拿出3件珍品做公益展览，让更多人看到先人的遗物，比藏在家里更有意义。杨宗师说的对，我听您的，这些东西能重见天日，全靠您。您是我们陈家的大恩人。今日灵眼门100年分家之后，终于重归一统。杨峰身怀完整的灵眼神诀，德才兼备，品行端正，屡立奇功。老夫与沈家族长共同推举，由杨峰接任灵眼门第27代掌门。灵眼门传承数百年，历代祖师以鉴真护宝为己任。今日杨某接任掌门，必当秉承祖训，不负众望，带领灵眼门重回巅峰。今日杨某立下门规3条，凡灵眼门弟子务必遵守。第1条，灵眼之能只可护宝鉴真惠民，绝不可用于造假谋利。违者逐出师门，永不再录。第2条，董沈2家从此不分彼此，同为灵眼门弟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前贤尽弃。第3条，灵眼门弟子行走江湖，当以诚信为本，以技艺服人，绝不可仗势欺人，败坏门风。掌门所言正是老夫所愿，灵眼门重振有望了。沈家上下心悦诚服。从今日起，灵眼门开办鉴宝传习所，
免费招收寒门弟子，传授正统剑宝技艺。只要品行端正，有一颗向学之心，皆可入门。杨某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风儿，娘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成家立业。现在家业有了，名气也有了，也该考虑成家了。如师，从第一次在宴会厅门口遇见你，我就知道这辈子非你不可。你陪我走过风风雨雨，不离不弃。今天，我想问你一句话，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等这句话等了好久了。好，娘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些藏品都来自民间，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能被更多人看到，而不是藏在深院无人识。千年古物有归处，身边之人共白头，这大概就是圆满吧。不止如此，你的路还长着呢，杨掌门。